一个如春风般和煦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冷泉水越往下，堪比千年寒冰的温度了。魏公子年纪还小，还是不要尝试为好。小黑龙立刻看过去，便见到一个同样冰雕玉琢的白衣仙君。仔细一看，这个人又与蓝忘机不太一样。哇，你和蓝湛长得好像，你是他的兄弟吗？蓝曦臣微笑地看着小黑龙，是呀，我是他兄长。魏小公子，虽然你没见过我，但我已经给你把过2次脉了。原来是狐狸大哥，不对，是蓝大哥。魏无羡一想便知道，定然是自己发烧昏迷，蓝忘机便叫来了他的哥哥为自己医治，心里十分感动，谢谢蓝大哥给我疗伤。蓝曦臣笑道，不用谢。魏小公子要用龙形一直与我说话吗？魏无羡一想也对，刚想变回人又顿住了。啊，我现在在泡冷泉，变成人会光屁股的。蓝大哥对不起，我娘说不可以在旁人面前仪容不整。蓝曦臣被他逗得笑容更深，刚想说什么，便听到脚步声。魏无羡也听到了，他是鼻子先闻见的。啊，这香味好像是水煮肉片。蓝湛，你太好了！小黑龙开心的不得了，从水里猛地窜出去，化为人形，就要去抱蓝忘机手上的食盒。蓝忘机看见蓝曦臣，本想打招呼，就看到魏无羡光着身子就朝他扑过来，惊得他看了一眼旁边同样目瞪口呆的兄长，赶紧罩了片云遮住魏无羡的身体，顺便把另一只手上的衣服盖在他身上。魏婴，蓝忘机单手举着欣喜抱着食盒的小馋龙，无奈地教育他不可不穿衣服。蓝曦臣耳边还响着某龙刚刚的那句不可在旁人面前仪容不整，再看着大半肩膀都露在外面的，在自己弟弟怀里的小少年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把小馋龙的衣服拉好，抱着他的手清晰地感觉到魏无羡身上滑嫩的触感，耳根一热，又是兄长当面，立刻把小少年放在柔软的草地上。兄长，蓝忘机望向缓步走来的蓝曦臣，又忍不住拉了拉魏无羡的衣衫。魏无羡嗅了嗅食盒里的香气，然后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只披着一件衣服，连屁股都是光溜溜的，赶紧躲到高大的蓝忘机身后，露出湿漉漉的小脑袋，抱歉地向蓝曦臣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来。蓝曦臣越看越觉得好笑，忍不住玩心一起，魏小公子刚刚不是说……魏无羡立即接话道，啊，我跟蓝湛已经很熟了，我把龙鳞给了他，他就不算是旁人了吧？蓝曦臣指着自己，那我是忘机的亲兄长呀，魏小公子怎地如此见外？魏无羡嘟着嘴，那也不能不穿衣服。他似乎也觉得哪里不对，看了看蓝忘机，又看了看和他长得很像的蓝曦臣，抱紧了食盒，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两者的不同。蓝忘机摸摸他的龙角，你先再泡一会儿，需泡够1个时辰才可，上来再吃。魏无羡松了口气，点点头，不舍得把食盒给他，变成小黑龙，又钻进冷泉里扑腾起来。蓝曦臣也只是来看一看魏无羡恢复的如何了，没想到却看到这一幕。忘机，看起来你和魏小公子感情很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，还担心你与人家相处不好，毕竟你从小到大都不爱交朋友。蓝曦臣似是有话要说，于是走远了些。蓝忘机放下食盒，手里搭着魏无羡的衣物，见水里的小黑龙还在欢快地泡着，这才放心地与蓝曦臣一道走。朱雀那边似有异动，虽然温若寒闭关多年，可就凭温巢就能暗地里向龙族下手，还私自豢养祸斗，想来朱雀内部也是有所考量，或许只是借着温巢的手略做试探，却没想到魏小公子天资高绝，有聪慧机智，才300岁便能把他们的大本营闹成那样。蓝曦臣作为现在云深狐族的族长，很快便打听到了许多消息，此事需告知父亲。蓝曦臣与蓝忘机的父亲青恒君早已登临神位，因此就连温巢得知蓝忘机来自云深不知处，都会如此忌惮。蓝曦臣拍拍他的肩，这是自然，你就好好照顾魏小公子，他在我们这里，朱雀族也不敢轻易对他动手。蓝曦臣略微交代完便离开了。蓝忘机回到冷泉，却发现冷泉里的小黑龙居然消失了。魏婴，刚得知朱雀族可能会暗地找魏无羡寻仇的蓝忘机心急如焚，先去看了食盒的地方，食盒还在。魏无羡没有吃东西，可龙却不见了，他连衣服都没穿，还能去哪里？
蓝忘机冷静下来，仔细思考，这里是冷泉，刚刚他与蓝曦臣都未发现异常，定然是魏无羡自己离开的。这时蓝忘机突然听到隐约一声叫唤，是来自冷泉中的声音。魏婴。蓝忘机想都没想便跳入了冷泉中，果真看到一条小黑龙正艰难地吐着龙息，对抗着水底的一团冰蓝色的光，那寒气已经把半条龙都要冻成了冰块。蓝忘机当机立断化为九尾狐，9条尾巴将已经冻成小冰块的龙拉了回来，同时帮他抵挡了冰蓝色光芒的侵蚀。额前的墨额云纹一闪，加上蓝忘机的一滴舌尖血，那冰蓝色的光芒这才缓缓变弱到消失。白色的大狐狸卷着奄奄一息的小黑龙向水面游去，来到水面时，两人都变回了人形。魏无羡吐出一口冰寒的白气，揪着蓝忘机的衣襟道：“蓝湛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就要冻成大冰块了。”蓝忘机又气又急，琥珀色的眼睛微微泛红：“你为何要如此？不是告诉过你不可深入泉下？”魏无羡知道这次是自己的错，吸了吸鼻子，可怜巴巴的道歉：“我知道了吗？我是看到水底下突然发出蓝光，我以为出什么事了才去看的，万一是什么法宝出事。”蓝忘机气地打了一下他光洁的小屁股：“那你为何不叫我与兄长？你还有伤，为何独自涉险？”想到若是自己来迟一步，那东西又是他们蓝家的东西，能够被云纹和蓝氏血液压制，那魏无羡早就被冻成小冰龙了，估计把温若寒的炎阳烈焰珠拿来都解不了。蓝忘机气的又啪啪重重的打了2下，心里火气才散了2分。阿蓝湛，你怎么打我屁股？呜呜！魏无羡整个身子都一颤，刚刚经历那般危险都不曾掉眼泪的他，眼眶登时就红了，脸色红红白白，挣扎着就要从蓝忘机怀里出来：“你不许打我那里，其他地方都随你。”蓝忘机不为所动，又啪的打了一下。魏无羡哀叫一声：“疼！”蓝忘机抱着魏无羡上了岸，自己施法把自己弄干，然后一件一件替魏无羡穿衣服。魏无羡看着这样的蓝忘机，搂住他的脖子撒娇：“蓝二哥哥，狐狸哥哥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以为是什么法宝想找来送给你，给你一个惊喜的，忘了自己还受伤了。”蓝忘机叹了口气：“以后不可鲁莽。”魏无羡连连点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一定听话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。魏无羡见他似乎不生气来，把小脑袋凑过去小声道：“可是我屁股被你打得好痛，你帮我揉揉好不好呀？可以吗，蓝二哥哥，揉一揉呗。”魏无羡又凑近了一点。他想自己父亲魏长泽也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，但是自己和娘亲这么撒娇，父亲就会过来抱抱他们。而蓝忘机感受到小龙温热的春风一般的气息，还有他说的话，手都仿佛僵了一瞬，一个没抱好，令眼泪汪汪的小黑龙扑通又滑入水中，呜哇的叫着：“好冷！”蓝忘机一慌，赶紧蹲下身去接他。魏无羡自然顺着从泉里爬了上来，少年的4肢都紧紧攀在了白衣男子的身上，贪婪汲取他身上的温暖。